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娘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0季第11集。辛迪劳勃演唱完毕之后，观众们纷纷打算离场。此时广播响起来了，主持人提醒人们还有一场棒球比赛。于是还没有走出球场，观众又坐了回来，得知出场是同位素队。辛巴情绪异常激动，对下面就喊：“快点输掉吧，我们就可以离开了。”家人们劝他不要这么偏激。辛巴表示，他妈妈就曾说过，即使你挑了个败类，你也得坚持住。辛巴倒是一脸呆萌，人傻确实可以避免很多伤害。这球队的确太虚荣了，最先投球选手直接扭伤了肩膀，辛巴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起身就是热车了。辛巴带孩子们又看了一会儿，结果不出辛巴所料，同位素输了，但也只和对方相差2分。辛小梅觉得休息过后，说不定他们就能反超，进入季后赛。辛巴一脸嘲讽，这个愿望你大概只能带进坟墓了。晚上，辛巴照例来了老毛子酒吧，这里挤满了人，一点也不似平常的冷清。向莱尼一打听才知道，他们都在看同位素队，这队伍现在可火了，都打进锦标赛了。锦标赛，辛巴连忙跑出了酒吧，再回来的时候，已经穿上了同位素球队的队服。说来也巧，他刚回到酒吧，电视台就前来采访。辛巴的装扮无疑是彰显他们就是死忠粉，于是肯特就来采访了他。自从得知同位素队崛起之后，辛巴就一改之前的作风，又是夸奖同位素坚持不懈，又是感动他们最终取得成功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辛巴在酒吧里认真的观看了球赛，在众人的热烈期盼之下，同位素也算是不负众望，取得了胜利。酒鬼们庆祝胜利的方式，那就是无休止的糟蹋啤酒，就算是在回家的路上，也没有人愿意放弃手中的啤酒。路过春田小学的时候，辛巴看到一旁的棒球场，这为这群男人再点了一把火，一个漂移就冲进了球场，一人赛道跑完，又从球门飙出。他们仿佛还没有从兴奋键缓过来，又将车子开进了教学楼的走廊，所到之处是一片狼藉。之后，莱尼对车里喷灭火器，车子也不知道停在了什么地方。几个大老爷在浴室里洗洗澡来，最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家的。总之，第2天的时候，辛巴异常憔悴。辛小妹见爸爸这样，就问他昨晚干嘛去了。辛巴用他那尚不清醒的大脑想了想，首先肯定是去了老毛子酒吧，然后就是安静的喝了很多啤酒，最后一定是和3个美女在乐园中嬉戏。看样子这就是整个过程了，但这些肯定不能跟女儿说啊。于是辛巴就岔开了话题：“你好啊，长大的小辛。”此时小辛看着电视万分激动，好棒好棒好棒！有人捣毁了学校，电视还正在报道这场惨剧。虽然警方还没有找到嫌疑人，但他直接就得出结论，这一定是那些无知无赖的小屁孩搞的鬼。所以他决定马上实行宵禁，任何在天黑后被捉到小孩都将被射杀，如果是在被允许的情况下，就转交给他们父母。辛巴是第一个表示愤怒的人，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吸取教训，三思而后行。转眼他就发现自己惨不忍睹的车子，看看这些孩子对我的车都做了什么。小辛对宵禁令的实行尤为抵触，他觉得警察不能剥夺他们的自由，他们是有权利的。闻此，辛巴又开启了他的毒舌攻击：“你当然有，你有权保持沉默。”见爸妈笑得如此开心，辛小梅也很不满，她认为大人总将错误归结给孩子是不公平的。辛巴就开始了他的诡辩论：若孩子是无辜的，为什么坏事都要以他们命名呢？小辛不服气，向辛巴举出了反例，证明有很多坏事是以成年人命名。这下辛巴就只能以小孩子不懂事来结束话题了。傍晚，孩子们正在街边玩耍，恰逢此时冰淇淋车来了，不料还没等他开过来，一辆警车就拦在了孩子们面前。警长通知他们，宵禁时间现在开始。即使十分不愿，孩子们也只得跑回家中。此时，街边还有3个杵着不动的，除了小胖子假扮牺牲逃过一劫，另外2个小混混都被带走了。回到家后，辛普森兄妹趴在窗台看风景，萤火虫在空中飞舞着，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上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他们却只能受困于此，怎么能不令人黯然伤神？这时，辛巴冲了过来，他兴奋地告诉孩子们，镇上有嘉年华，不仅有棉花糖和羽毛帽，更重要的是不用排队，因为那些小屁孩要遵守宵禁。看着孩子们阴沉的表情，辛巴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然后就一个人高兴地离开了。辛巴端着棋盘游戏来安慰兄妹俩，但挑来挑去，里面零件都残缺不全，不能出门的生活简直糟透了。上学的时候，大家聊起了最近的遭遇，都达成了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太无聊了。那些成年人看起来也没有睿智多少。警长为了震慑镇上的孩子们，还专门树立了一块巨大的立碑，他的眼珠子转动着，仿佛在不停地监视着有无违规的小朋友。自从被关在了家里，小辛是什么坏也使不出来，开着电扇在家里放起了风筝。辛小妹突然想到，也许他们能看电视，电视剧没播多久就进入了广告。这次不是推销无聊的商品，而是宣传一部恐怖的电影《血滴》。这个黑白的效果，瘆人的叫声，很快就引起了兄妹俩的兴趣。小辛匆匆忙打电话给眼镜仔，询问他们是否看了6频道的节目。当然，他在看天线宝宝。渲染片结束之前，
前给出了电影播放时间，午夜之后在春田露天影院放映。小新当即告诉好基友，今夜他们要打破宵禁去看这部电影。通话结束，孩子们的秘密行动正式开始。孩子们强行穿过山栏后，抵达春田露天影院。为了不被发现，他们趴着穿行于车辆之间。电影正式开始，一个农人在收拾干草。这时几个孩子来到了这里，农人挥舞着拳头，希望对方能赶紧离开。不料他们不仅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眼睛还泛起了幽幽蓝光。一人一句念出他心中所想，秘密被窥探，农人吓得魂不附体，丢下钢叉就逃离了这里。坐在下面的孩子们也看了起劲，觉得总算给大人一点颜色看看。电影继续，镇上人都知道了孩子们的诡异行径，纷纷点起了火把，拿起武器将他们包围了。不料几个孩子依旧无所畏惧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了每个大人心中最隐秘、最邪恶、最不为人知的事。他们再也听不下去了，朝着孩子们围了过来。几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冒着蓝光的眼睛，虽然没有直接攻击，却让大人们开始自相残杀。看着影片中的大人拿着武器打自己，台下的孩子们别提有多激动了，都恨不得挥着拳头去电影里干架。这自然引起旁边大人们的注意，灯光打在他们身上。警长来到了跟前，警长得意洋洋地告诉这些小家伙们，赢的总是大人们。不料孩子们的眼睛突然也冒起了蓝光，什么啊？原来是警员打的灯光。对于这些不遵守宵禁的孩子，警长有的是惩罚他们的办法，那就是清理警长为自己竖起的立牌。他得意洋洋，临走之前还溅了他们一身泥。小新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，每天都要被大人呼来喝去。他对伙伴们表示，现在就是他们反击的时候了。孩子们纷纷表示同意，眼睛才想到，如果他们拥有电影中孩子们的能力，就能够知道大人在想些什么，然后说出他们的秘密，让他们自相残杀了。新小妹走上前告诉伙伴们，他们并不需要眼睛就已经知道大人的秘密了，这是真的。他们随口就能说出自己爸妈那些不为别人所知的糗事，比如辛爸一直都浑浑噩噩，一事无成；马爹妈妈总是在超市里顺手牵羊；小胖子爸爸故意出车祸。经过商量之后，孩子们决定将这些消息散布给那些真正在乎的人看到。计划已经确定，还需要一些工具，没钱又到处借。总之，孩子们游走了各个地方，凑齐干大事所需要的一切设备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辛爸辛妈正坐在客厅看电视。此时，新小妹钻了出来，她关掉电视，打开收音机，向爸爸们表示想和他们一起听。经过不断的调试，终于接收到了孩子们的频道。小新作为这个频道的主持人，宣布了这档节目的名称：我们知道你们所有的秘密。首先是尾根警长，他喜欢穿着塑身连裤啊走路。辛爸辛妈开始觉得这节目有点意思了，但警长现在却是百口莫辩。接着就是小爱，他偷到学校餐厅里的东西。最后说到是辛爸，他喜欢吃弗兰德加垃圾。主持人表示这个节目以后会持续播出，直到宵禁结束。他们将继续揭露春田镇其他人的丑陋秘密。辛爸不禁松了一口气，至少以后不会轮到他了。不过小新怎么会让他老子安心呢？紧接着就说还有包括更多关于辛爸的。孩子们的行为确实引起大人的恐慌，市长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询问大家该如何处置这些搬弄是非的小孩。大人不全都是惶恐不安的。奥托就对别人的秘密十分感兴趣。今晚的头号秘密是关于眼镜仔的妈妈，她和自己男朋友的兄弟有暧昧关系。此言一出，这哥俩马上就打了起来，大人们越发惴惴不安。不过市长告诉他们，警长已经去追踪了，有科学家的帮忙，他们找到了孩子们的聚集地，就是警长那块超大的立牌。此时新小妹还在专心致志的散播秘密，猜猜看谁没有许可证就在行医。警的洗衣先是一身冷汗，不过答案是辛爸。刚一说完，孩子们就被包围了。看来孩子们和大人将要迎来世纪大对决了。你们这些大人总是给我们下指令，你们这些小孩总是违反这些指令。大人把小孩当幼稚儿童，孩子把大人当提款机。经过一系列的唇枪舌战，双方并没有达成和解，也没有分个高下输赢。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养老院里的老人们全被他们吵醒了，然后第三方势力也加入了这场混战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年老的制霸全场。老辛普森表示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，然后大人和孩子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，他们一起对抗老人们，但他们失败了。现在凡70岁以下的人都必须遵守宵禁。说来提议通过的还有辛爸的功劳呢，因为就差他那一票，结果就会逆转。如今老人们在外面到处玩耍，最终是他们夺回了夜晚权。虽常说大人就是长大的孩子，但他们似乎从来就不知道孩子们在想什么。他们总是霸占权威和领导权，高高在上掌控孩子们的一切，自以为不想让孩子们知道的就可以隐瞒，不小心酿成大祸也可以找孩子背锅。仿佛在大人们眼里，公吃公穿就应该得到感恩戴德，到最后除了激化矛盾，两者分裂，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孩子在成年人的世界常常是失语的，大人总以为小孩子懂什么，就搪塞过去。有时候不是他们不懂，而大人们希望他们不懂，或为了保护他们，或为了维护自己。其实与其双方互相打哑谜，互相伤害，倒不如努力建立起平等沟通的桥梁，或许比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孩子，更能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辛劳和苦衷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